他说，赵松雪的旧宅真是在这条松雪街上，原宅很大，100多年前他的后人出售给了耶稣教会及现在的那间圣公会教堂，所以一无遗迹可寻。我们觉得他的话绝非虚构，而且他一定还知道得很详细，因此我们在追问他的身世，他只是笑而不言，只说他也能画几笔画，她的丈夫是清代的名画家，所以知道一些关于赵松雪的故事。他又说，赵松雪有一部诗集，诗集的跋文中说出赵松雪葬在鹤沙镇，究竟这个镇在何处，已无从查考。按据老友胡汉诸君言，赵松雪葬在闵行镇北紫藤花棚桥畔。赵松雪的书画流散各方，不过在上海书坊铺中有一种松雪小楷却很流行。博卫说，上海人对保存古迹根本没有人着意打理，我们唯有到个寺去踏访。于是我们每天都到个寺院去观察。上海最古老的一个寺院是静安寺，是三国时代赤武年间与龙华寺、龙华塔一同兴建的。我们先到静安寺，这个寺地方虽大，但是主要的大雄宝殿却小到极，此外都简陋非常，想来历史太久，屡经焚毁，已是面目全非。只见寺院前的一口涌泉井，因为后来改建马路，切断水源，所以井水浑浊不清。依照上海县志上所说，本来吴淞江有多条支流，叫做涌泉帮，在静安寺前恰巧是几条支流汇集之所，名为海眼。这个井就是海眼所在，泉水昼夜不断飞腾的，所以清澈见底。井栏上面还有皇帝御书，提了天下第6泉的评语，这几个字后来清代末叶由名书家胡公寿重新书写刻在石上，刻得很深，游客都能一目了然。我们在静安寺中盘桓了好久，只发现有一块晨曦赤乌碑，碑文很长，我还记得其中的2句：琼碑微力祭孙吴，为访遗迹吊赤乌。文中的年月已模糊得看不清楚。博卫对诗词很有研究，他说皮日休、陆龟蒙都有夜宿静安寺的诗，足见静安寺的历史是很悠久的。接着我们就到龙华，远远望到那座有名的龙华塔，相距不远就是龙华寺，寺门口横额写着赤字大兴国慈华禅寺几个字。这个寺院院基也很大，但是看来经过几个朝代，或遭兵险，或遭回路，想来一再改建，已非旧时面目。龙华寺只有在春季桃花盛开之际，游客络绎不绝。我们去的时节正在深秋，寺内显得很冷落，我们就在方丈室小坐，一个招待我们的知客僧到了茶后再也不来理睬我们。只见方丈殷勤地侍奉一个文人模样的香客，桌上铺着纸墨笔砚，求他写字。那客人拿起笔来，就写了一首龙华浮屠诗，署名张继。我们2人才知道，原来这位香客就是党国要人。张继和我们不相识，不足为怪，而龙华寺方丈对我们也不加招呼。博卫大不高兴，见到那张写字的桌子很长，而且还有剩余白纸，于是他也提起笔来，就写上一首唐代皮日休的龙华夜泊诗：今寺犹存古刹名，草桥霜华有人行。上弦残月清光少，不见波心塔影横。博卫写的一首魏碑字体，比酣墨宝，片刻而就。张继就说，江南毕竟多文士，这位先生的字写的真是不错。于是方丈就一变本来的态度，含笑招呼，
并且邀我们和张继互相通名，同进宿斋。饭后就陪同我们遍游全寺，内中建筑最好的一座楼宇叫做藏经楼。本来藏有著名的诸暨大藏经，张继要求登楼一看，方丈面有难色，但又不得不开锁让我们入内。但是走进里面一看，所谓藏经只是一些最普通的版本，也只有华严经、楞严经等，连大藏经都没有。方丈颇有愧色，大家怅然而别。我们和张继离开龙华寺，张继还想走一程，他遥指远处一个大操场，说那边地方平坦，我们不妨去走走。走到那里，张继似乎有些凄凄切切的神情。他说，这个地方过去枪杀过好多革命同志，所以他神情有些黯然。张继1882至1947，出名浦，字普全，沧县东南孙清屯人。16岁随时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的父亲张以南到书院从吴志甫学经济。在书院期间，他结交了一位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岛才知，并于18岁时随其留学日本。1913年4月26日，张继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的参议院议长。1947年1月任国史馆馆长，同年12月5日病逝。伯卫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地方还枪毙过一个严瑞生，在枪毙的那天，由四郊和租界上赶来看的，至少有5000人，其中一部分是昌门女子来看热闹的。因为严瑞生在北新京麦田中谋杀一个妓女王莲英，所得不过是一个钻戒，后来逃到佘山教堂，教士拒不收容，因此在徐州车站被捕。从前杀人偿命，所以他就在这里枪毙的。我说，枪毙严瑞生的戏剧连演了几年，戏中演出严瑞生是在西炮台枪毙。伯卫说，这是不对的，枪毙那天我还到这里来看的。张继接着便问了我俩的籍贯，我略为介绍了自己，说是我是真正的上海县人，至于伯卫是上海县城隍老爷秦玉伯后人，所以他名叫秦伯卫。张继笑着说，城隍庙我虽然去过，明天我们再去玩玩，好不好？我们表示赞成，约定了第二天早晨见面的地方。由城隍庙查城隍使次晨8时，我们到了城隍庙前门口，张继已等在那里。伯卫的书生习气很重，又带来一本县志和护译城隍神颂。大家先在庙门口徘徊了一阵，见到庙门口上面有保障海鱼4个大字匾额，是明代上海县冯彬所题。两边虽然有好多玩具摊、洋金饰摊，因为时尚早，摊贩们尚未摆摊营业。我们在墙上还看得见有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明永乐年间知县张守约所见，屡经火灾，已翻造修葺了好几次。